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生日将以线上直播方式举行，果果们去年答应哥的事有没有做到？一年就这么365天，可有些日子偏偏带着魔力。说到这，大伙脑子里第一个蹦出来的数字是什么？有人想到光棍节，有人记住高考填志愿，唯有0517，对某些粉丝来说，早就是一年里最重要的节点。每年到了这天，微博仿佛变成了大型许愿池，无数果果们屏幕前蹲守，就等那一刻见到哥哥的笑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这种网络狂欢背后隐藏着什么更深层的东西？这个生日直播到底有多大魔力，能让几万人日盼夜盼？今天咱们就来整个明明白白，把这份独一份的期待抽丝剥茧，看看里面是啥宝贝。有人欢天喜地，也有人泼冷水。微博上一片热闹，程毅的生日直播成了顶流话题。果果们蓄势待发，不分南北，从东北的小伙伴到南方的热情粉丝，大家提早开始攒弹幕，要在直播时刷个天翻地覆。有人调侃今年又的服务器卡5分钟，别人则皱起眉追星意义在哪？看个直播值得吗？甚至有些网络老油条说都是资本炒作，这点生日仪式感不过是圈钱新招。两边吵得热火朝天，但到底哪一方说的有道理呢？谁又能猜到直播里真的会有什么意外惊喜？生日直播这东西，头2年还新鲜，现在成了网民的精神传统。有人说这是新一代的过年，团聚不是搓麻将，而是捧着手机守屏幕。果果们在微博话题下互相安利礼物打榜，有的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存流量，做好久做防守准备。还有小伙伴专门手写贺卡拍照上传，生怕不给哥哥添热度。老一辈不解，小孩迷糊，这么多人不去陪爸妈，守着一个网上的陌生人有啥意思？但在网里这不只是一场数字狂欢，有人把握住机会，直播间交到真朋友，甚至组成生日许愿小组，大家互相交换祝福，彼此提问近况，实实在在拉近了距离。比起传统的粉丝聚会，这种线上直播反倒让大家庭越来越大。可也有人犟嘴，自家生日都没人记住偶像生日就开心成这样，图个啥？你说说，这是站哪边都有理，但偏偏程毅和傅诗琪的名字一挂出来，所有争论都瞬间熄火。帅哥合体谁不想看？上一秒弹幕刷成瀑布，这一秒网络就开始波澜不惊。直播结束了，微信群、超话、话题区进入假性冷静，大家刷着生日快乐4个字，很快就像流水账，一条条翻过去。更让人五味杂陈的是，许多网友直播结束后开始吐槽今年惊喜不如去年，内容还没去年的花样多。有人甚至说，直播互动环节有点走过场，粉丝问的热情高涨，回答却中规中矩，不够爆料。而更大的争议还是那句老话，追星无用。现实里不少人觉得，这种网上热闹仿佛海市蜃楼，转头生活如常，除了多了几条弹幕记录，并没有什么实际变化。有家长很直接，看到孩子守在手机边傻乐，名字都能随口背出，你咋不多背几个英文单词？还有人盯着那些应援集资、打榜排行，质疑劲头越来越大，一场生日怎么就升级成了理财竞技？网上一片质问，线下却是一地鸡毛。有粉丝心里也嘀咕，为啥自己都能为一个虚拟热闹兴奋不已，却没耐心和父母好好吃饭？假性平静下，有些问题反倒越发清晰，我们到底在用生日仪式感弥补啥？可就在大家以为不过如此时，戏剧性的反转出现了。程毅和傅诗琪的同框不光成了当天的最大热门，还因为一段对话冲上热搜榜。
直播里有位粉丝提了句去年承诺过的事做没做，结果傅诗琪现场来了一句玩笑式自黑，还提到去年许下的几个小目标，自己竟然还差点忘了。现场气氛瞬间炸裂，弹幕哈哈哈刷屏，有人调侃哥哥也会忘事，跟咱家老二一个德行。这段插科打诨彻底点燃直播热度，而最受欢迎的是他们自曝幕后趣事，坦言今年压力确实比去年大，并开诚布公地聊到粉丝希望和自己生活的交集。大家愿意陪伴，是彼此最美的时光。这句话击中了无数果果的心窝子，有人甚至发朋友圈自我感慨陪伴在身边，比啥应援礼物都温暖。舆论也被这次直播反转带了一波。原来很多看热闹的网友见明星亲自回应，忽然变路转粉，还有部分黑粉甚至忍不住留言称赞老铁实在人。那天晚上微博一度因为弹幕量过高一度卡顿，可见网络流量的洪荒之力多厉害。程毅与傅诗琪的合作直接改变了部分观众对追星的看法，争论瞬间升级成全民讨论追星到底是精神寄托还是虚无繁华。再一次，所有伏笔在这里爆发，那些质疑追星的自己未必不羡慕被陪伴的感觉，但夜深人静时，表面平息下再次潜藏危机。过完生日，该干啥还干啥。不少人感慨，直播热闹过后，情绪反弹来得格外快。有粉丝吐槽陪伴感无非一场秀，屏幕一黑，心里落空。此时新的分歧来了，有人觉得娱乐圈流水的生日铁打低番位，明年还会，而个人成长真情实感反倒被直播掩盖得越来越不明显。线上热闹，线下孤独，仿佛一出生就自带两张脸谱。而这次直播引发的另一个新难题也浮出水面，网络时代的陪伴是真的陪伴吗？有网友直言，与其说是在陪他过生日，更像是在陪自己热闹。大家刷屏发图，翻来覆去围观主角，反倒忽视了身边亲友的存在。甚至有些果果坦言，他们为了赶直播错过了家里聚会，日后回想有点后悔屏幕另一头的笑，究竟值不值得自己这么投入？于此饭圈内部争议加大，不少人互对谁是真粉，谁是假粉，还有人比拼花钱多少与打榜分数。曾经温馨的果果一家亲，似乎因为比拼多了压力和距离。外界更有批评声音，追星文化日益极端，一场生日本该是快乐，最后变成了数字角逐。此情此景，让人很难不陷入思考，究竟什么才算真正的美好时光？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，每年这场生日直播都像是大型网络过大年。正方说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，反方却笑到你以为真能被明星记住，都是自个儿感动自己。这年头，各路粉丝都能掏心窝祝福偶像生日快乐，对外人看来也确实像在搞笑。看似一片热闹和温情，但背后有没有点自欺欺人？咱不妨琢磨琢磨，为了一次直播刷屏，是真的在追寻美好时光，还是用虚拟的热闹补自己的寂寞？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，这份独特的仪式感也许就是属于自己的小快乐。可虚拟再热闹，现实才最踏实。其实谁还没年轻过？要说这场生日热潮是头脑发热，那就让热烈来得更猛一些。反正热闹归热闹，日子还得自己过。说这么多，咱们不绕弯子，你觉得这种全网一起蹲守直播、拼命刷榜的追星热，究竟是大家真心享受精神团圆，还是在陪明星演戏自己找乐？有人说这是纯粹的快乐，比啥都过瘾。也有人觉得就是一场套路比拼，最后谁都空欢喜一场。